总有一些人会率先划破这个时代与下一个时代的界限。在脑海中洞悉宇宙规则，在风暴中引领航路辉光，在数据中发现商机变数。他们是各自领域的大师，因极致而成为时代之锋刃。创新不够，想闯出未来所需；发现不够，想发现极限之外；超越不够，想超越体验边缘。没办法，下一个时代不极致，无一致。一群人构筑未来的方式，足以跃升一代人体验世界的感知，以极致催化思考，以思考净化时代。这是大师之道，这是 ThinkPad。以思考净化时代。2023 ThinkPad 春季新品发布现在开始，有请 ThinkPad 首席思想官王忠。大家好，我是联想 ThinkPad 首席思想官王忠，欢迎大家来到 ThinkPad 2023春季新品发布会现场。在2021年的新品发布会上，我曾说 ThinkPad 是你不确定时代的确定因素。在过去的2年，因为那些不确定因素，让我们只能隔着网络沟通。但2年的距离其实并不远，因为它只隔着一条东三环，从正大中心到瑰丽酒店。今天我们确定再次相见。回望过去的2年，因为大家的关注与期待，那些不确定性并未阻止 ThinkPad 向前的脚步。凭借着先人一步的技术创新、独具匠心的可靠品质，以及超凡卓越的用户体验，我们创造出了全球首款折叠屏的笔记本电脑 X1 Fold， 以及全球最轻的13寸商务本 X1 Nano 和全球最薄的商务本 X1 Titanium， 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在期待已久的相见中，我要感谢每一位现场的嘉宾，要感谢每一位屏幕前的你，感谢大家的一路的陪伴。拥有心意相通的 Thinker 才是 ThinkPad 最大的幸运。相信今天的全新产品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去年是 ThinkPad 30周年，30年来 ThinkPad 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匠心品质、卓越体验这3大基因。自诞生之日起，就凭借着独有的思考，为每一位用户打造属于他的极致的产品。首先是科技创新，我们用创新引领着技术变革的发展方向，从用超融合操作改变人机交互的折叠屏，再到通过模块化的扩展，容纳 3D 扫描、续航扩展、即时投影的多合一的平板电脑，从颠覆行业使用习惯，让主屏幕专注于演示的多屏移动工作站，到加速创意流程，实现只屏同步创作的笔记本。我们始终希望科技能走在需求的前面，通过技术、艺术的结合，让传承不止于经典。第二是匠心品质，我们同样希望用品质成就您无视恶劣环境的定心丸，将产品安全、可靠、耐用的标签烙印在品牌上。
以出新制匠心，打造出至轻、至薄、至韧的高品质制作。从高强度的碳纤维与稀土镁合金，到适配全球环境的上百项的严苛测试，让极致的品质跨越时间，成为我们之间最稳定的那份执念。第三呢，是卓越体验。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比我更有发言权。从业界最舒适的微笑弧形键盘，到每一年减少手部1500公里的移动的小红点，还有独创的目光与身体感应的 AI 的体验等，我们希望 ThinkPad 在体验上的每一次进化，都能在无感中为每一个人带来有感的效率的提升。今天我们所有的到场嘉宾都会收到一份来自 ThinkPad 30周年的纪念礼盒，这是一份因为那些不确定因素而迟到的礼物。虽然我们那时无法相见，但 ThinkPad 并没有遗忘这份30年沉重的纪念。衷心的感谢在座的每一位 ThinkPad 的执着与厚爱。今天还有很多伙伴不能够亲自来到现场，我们同步也在线上为大家准备了同样的礼物，请大家参与官微线上活动，即可收获惊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迎接 ThinkPad 2023带来的全新进化，我们用1大突破和4大领先来见证 ThinkPad 第2个30年的全新开始。首先呢，在无数工程师翘首以盼的 T 系列产品上，新一代的产品运算的性能激增70%，缓存的速度暴涨63%，存储容量翻倍，实现了跨越式的性能的突破。第二，在图形工作站天花板的 P 系列上，我们更带来了科技与品质两大领先。全新的 P 系列产品拥有800尼特的超亮的屏幕，专业性能暴增80%的 ADA 显卡和超越友商50%的192G 的荣誉的内存，独有的 Lenovo View 3.0 智能应用 ，HPD 3.0 全时人体感应技术，以及芯片级的智能充电、智能待机等技术，都打造了全方位的科技领先。同时，依托810H 的标准的26项测试与全线的 ECC 内存与显存的校错，成就了零失误的品质领先。第三，在超轻薄的旗舰机型 X1 系列上，我们用上下同步进风、后出风的键盘对流的架构设计，以及全新的8.1毫米的体感渐层的键盘设计，让 X1 系列获得了15%的散热的优化和25%的手感的提升，实现业界领先的极致体验。第四一点呢，在全系列产品中大比例使用了再生材料，并实现了生产和运输环节的全程碳足迹的追踪，在节能环保的道路上 ，ThinkPad 实现着社会价值的领先。以上我只是简要地阐述了 ThinkPad 新品的一些特点，实际上它所能带给您的远不止于此。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全新一代 ThinkPad 2023系列新品。
这就是 ThinkPad 2023的系列新品，分别是全新的 ThinkPad T14P、ThinkPad P16 2023，以及 ThinkPad X1 Carbon 2023和 ThinkPad X13 2023。下面我想邀请 ThinkPad 首席产品官张豪来和大家具体分享新品一大突破和四大领先，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有请张豪。大家好，我是 ThinkPad 首席产品官张豪。在30年来的实践当中，ThinkPad 积累了对于使用者需求的深刻理解与洞察。当我们从用户需求和应用场景的视角出发呢，最终我们寻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聚焦用户的体验，打造极致的产品，再将产品付诸于实际的应用场景，以场景化的产品服务每一位思考者。基于对2亿 Thinker 的深刻理解与洞察，2023年 ThinkPad 产品秉承 ThinkPad 3大基因，将会一如既往地成就专业赛道上的大师和专注于商业赛道的领袖与精英。在各个行业里的大师们，他们沉浸在专业领域的工作当中，与专业为朋和技术为友，以洞见世界的运行为骄傲，用探索未知为动力，在所在的领域当中不断精进。那对于他们所最为在意的强劲与可靠，ThinkPad 所能拿出的就是久负盛名的 T 系列与 P 系列。在大师之道当中，以性能、算力、存储、显示和冗余的突破和领先，成就他们的卓越。而对于商业领袖和精英而言，他们专注于商业赛道，以成败为准绳，用胸中的丘壑在事业上不断扩大版图。他们熟识管理的艺术，深谙沟通的方式。对于他们所最为在意的稳定、技术与品质，我们将会呈现不断进化的 X1 系列与 X 系列产品。那在领袖炼成的道路中，我们以结构、散热、互联、AI 和体验的全面领先，以极致的科技造就极致的应用。首先呢，是大家所最期待的全新的 T 系列，这也是我们今年最具突破的产品。那在 T 系列过去的23年历程当中，可以说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拥趸。我相信在座就有很多的老客户吧。哎，在这儿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用 T 系列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啊，我听到了这个2个声音啊，有数据，有代码，没错，是这样的。针对于数据专家，包括开发工程师而言，要么沉浸在并行的软件多开当中，要么精研于浩如烟海的代码城墙之内。对于他们而言，可以说性能算力的实际得分就等同于拥有效率的最终得分。也正因如此，今年我们在 T 系列原有的 T14和 T16的基础之上，我们打造出了全新的 T14P 高性能产品。你们的性能愿望会一一被实现。那首先在性能上，我们通过i9标压处理器和 RTX 光追显卡的加持，获得了算力的全面提升。相比上一代 T 系列的最强产品，在运算性能上，我们依旧实现了58%的突破，而在渲染的性能上，实现了70%的突破。那么在功耗释放上呢，依靠ThinkPad经典的立轴设计，实现多面出风，配合全新设计的散热模组，让 T14P 始终保持强力输出。同时，不但在内存速率上获得了63%的提升，在存储扩展上更是实现了翻倍的提升。下面呢，就有请我的同事段猛和 AI 领域的专家潘兴德博士，带大家一起走进 T14P 的算力世界。大家好，我是 Think 的段猛。大家好，我是来自王总全景声科技的创始人潘兴德啊。那么我本人呢，从事这个音频技术呢20多年啊。那么我们也一直在音频技术的这个处理啊，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制作等领域，那么推进工作。那么王总全景声科技呢，我们是一家成熟的音频
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能够为行业提供端到端的这个完整的全景声技术解决方案。那么瓦总全景声呢，目前已经应用到电影、电视、视频、音乐、游戏、虚拟现实等等领域。我们这个全景声科技的话，我们是ThinkPad的忠实的用户啊 ，T 系列也是我们一直使用的指路力产品。哎，那个潘博士，今天我们首先要主力聊的这个话题是性能啊。其实像您在这个音乐数字领域研发的这个大佬啊，然后呢，之前也一直用我们 T 系列的产品，然后您之前我们也给您提供了一台 T14P 的试用版，让您先试用。您用了这1个月的时间呢，您有什么感受呢？ OK， 那么现在这个算力在对各行各业的发展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没错。那么尤其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需要高算力的，因为我们在声音的处理、那么声音的编解码、声音的制作等等领域，我们都需要很大的算力。对。那么所以我们需要这种硬件的支撑啊。那么在之前的几年的T 系列的产品呢，它很稳定啊。对。但是我们也一度觉得它和我们某些轻薄的笔记本的话相比的话，它的优势并不明显啊。但是我最近的话一直在用 T14P 这个产品的话，我不得不说呢，这个性能非常的好，完全满足了我们现在的需要。哎，这个就其实说到我们 T14P 的这个性能了。 因为我们采用了那个全新的 Intel H45的处理器，其实这也是众多粉丝和用户的这个呼声啊，希望这种 H 回归到我们 T 系列里边。然后呢，我们其实有一个跑分，我们在这个 Cinebench R23的这个跑分系统里边啊，我们跑分超过了15000分。其实对比之前的 T 系列，基本上提升了有58%。同时，因为这一代我们还加入了 RTX 的显卡。 那让整个在这个渲染的能力上面能提升70%。其实 GPU 它不光是在图形上面，它其实在算力上面也提供了很多的加持哈。然后如果我们再把它回到 AI 算力，最近这个 AI 也特别火，然后我们能够让整个 AI 的这种本地的算力能够翻倍。 的确如此。是啊，其实我们今天也先准备了一个小测试啊。这个小测试是我们在一些音频解码软件上的效果。那我们一起移步这边，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好的。 我们准备了2台产品啊，一台就是您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 T14P， 然后呢，同时这边还有一台我们的前一代的产品哈，然后我们装了相同的解码软件以及需要去解码的软件这文件哈，然后呢，我们可以今天咱们俩一块儿，我们点击这个开始的这个按钮，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看这个效率如何啊。OK。然后那个潘博士您可以点击这里就可以了。好的好的。好，我们3、2、1开始。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您这个进度条比我是快的太多了。是的。我现在这边大概进行了20%，潘博士这边我已经结束了，完成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总共时长是11秒。11秒钟完成。然后我这边其实现在已经进行18秒，它还没完成。我们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其实这个确实体现了这个新的这个 T14P 这个算力是非常棒的。没错啊。没错啊。 的确，这个在我们平常的这个声音的编解码、转码、声音的这个处理和声音的这个识别的过程中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处理大量的这个音频文件啊。那么我们原来的话呢，这个用笔记本的话呢，我们来转这个，比如360多兆的这个文件的话，音频文件的话，我们需要大概半分多钟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大概看到只需要10几秒钟就可以了。对啊。我刚才还想说呢，基本上因为我们从那个跑分的性能上面来提升58%哈，但是实际如果这个结合到实际应用里边，基本上就是可以让这个性能就翻倍了。没错啊。那么，所以在我们这个一些需要这个持续的算力的供应的这样的这个我们的一些软件，尤其是要 AI 类，就是大算力的软件上的话，对 T14P 的话，它的算力的持续性非常的好，非常让我们惊喜。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是一个点对点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小展示啊，这个其实也是。之前跟潘博士一起商量的，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在这个您经常用到有些 AI 的算力，因为 AI 确实现在比较火，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来展示一下本地的这个 AI 的一个算力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移步咱们这边。好的 ，OK。潘博士，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软件哈 ？OK， 这是一个 AI 的一个。这个图像生成软件啊 ，Stable Diffusion，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啊。那么它是用 AI 的技术来这个根据我们的文字的描述来
生成图像啊。那么在 T14P 在这个生成过程中，它利用我们本地的边缘算力，就能实现很好的一个体验。对，然后那我们这边其实工作人员提前在这个屏幕上面也输入一些关键词，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些指令，让他来调用一些内容哈。我们输入的这个有比如说空间站啊，然后这个跟刚才的也比较应景啊，还有宏伟的建筑。星球哈，然后呢，因为那个 ThinkPad 也是进入了太空的这个产品哈。好，那我们现在我来给咱们点击一下生成，好，看它能帮我们生成什么样的这个图像哈。好，哎，我来点击一下生成，好，那它开始就看来，因为它要调用大量的算力啊。实际上，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软件的话，它其实对这个性能，刚才我讲的，它要求有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输出。没错。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刚才其实那个阿曼达也讲了哈，我们在整个这个性能的稳定的输出上面，它其实也是有改变的。第一个呢，整体的整机的设计上面，我们让机身的设计变成了立轴。其实潘博士，您之前跟我说您还用过我们的那个 T41、T61这一代的产品，那个时候的 T 系列就是这种立轴的设计。为什么要用立轴的设计？是因为它这样子可以给整个机身带来更好的进风性和出风性，让整机的这个散热的这个空间会变得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的机身里边，我们给它加了两个这个风扇。这个风扇呢越大，原则上越大越好，当然前提是你机身能放得进去。然后我们带了有这个70毫米的2个这个风扇。每一个风扇里边的这个风扇的叶片一样的，这个风扇的叶片也是越多越好啊。我们每一个里边都有97个这个合金的这个叶片，这样子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散热性。有了好的散热性，60瓦的这种高负荷的这种满载的这种释放，就可以在 T14P 上面性能始终如一的给它释放出来哈。那我们这边已经生成好了，你看它根据了刚才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空间站，然后我们有星球，然后我们有一些宏伟的这个空间的建筑，然后它就和我们的机身就结合到一起。对，相信如果未来结合着互联网的，我们可以让这种生成的这种图片更加不错哈。没错，没错。说到图像的话，我还要讲一句啊，这个 T14P 的话，它的扩展性非常的好，同样让我们非常惊喜。这个您觉得这个惊喜的这个点打动您的在哪儿？它主要2个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它 T14P 的话，它的双硬盘的设计啊，那使得我们的硬盘直接就翻了啊。那么我们原来在大量的这个我们在工作中需要大量的音频和图像的它的这个内存啊。那么经过这样的话一个在这个 T14P 上的话，我们原来我们需要挂一块硬盘，但是 T14P 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挂硬盘了啊。那我们就可以跟外挂硬盘说再见了。没错，其实这个扩展性方面，以往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第一个外接的接口，这个一定要多满足。其实这也是 T 系列传承下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扩展性。其实 T14P 我们给所有的用户提供了2个 NVMe 的硬盘位，这样子的话，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扩展到4个 TB。那4个 TB 就是非常厉害了，它可以有500亿行的代码，还可以有比如说像6500小时的无损的音频存储在里边。那这样呢，它不光是硬盘空间大，因为刚才讲了，我们用的是 NVMe 的 SSD 哈，它可以让这个传输速率达到这个每秒6 GB 哈，在你很大，传输速率也很快，这样就可以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哈。没错，所以有这么大的容量的话，确实不需要我们在外置硬盘啊。那么另外，我刚才讲第2点啊，那么之前的话，我们的笔记本呢需要连接鼠标、键盘、音箱、耳机啊、显示器等等，我们需要外插一堆的线啊。那么这个其实是很繁琐的，也不美观啊。那么现在我们需要一根线就可以了啊。对，那所以省了很大的这个事情啊。没错，其实啊，这个桌面就已经展现出来了。首先就是那个 T14P 的这个接口，我们就不多说了。它只需要一根线啊，去连接我们 ThinkPad 这个雷电4的 dock。一个扩展坞，这个扩展坞可以同时接多个设备，比如说你有几个显示器，比如说现场我们3个显示器，你就可以全部接上去。然后呢，同时通过另外一根线就直接接到我们这个 T14P 的这个Type-C 的接口上面。这样子呢，平时比如说你要去连多个设备，每天要就反复的连，其实挺麻烦的。我们基本上也算了一下，7、8万你要连着也得花个半分钟的时间，每天你再有1、2次的这种插拔。这样子呢，1天下来，然后我们1年可以帮你，我们算了一下，可以帮你解决800分钟的这种时间。其实就刚才如咱们俩聊的啊，
高的算力的突破以及这种高拓展性的这种突破，其实帮你节省了时间，提升了工作效率。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的这个 ThinkPad 全新的 T14P。那么现在我把现场交还给张豪。好，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更快的运算速度，实现更快的价值输出。如果你是走在算力数据领域的开发者，我相信兼具着超强算力性能和海量存储扩展2大突破的 ThinkPad T14P 一定会是你的最佳生产利器。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 P 系列，我们的专业算力天花板。在专业领域中的设计者们需要面对诸如 Adobe、Autodesk、达索等众多的专业软件。此时呢，他们不但需要高算力、高性能，更需要一骑绝尘的稳定性。首先呢，是极致的专业性能。P16是搭载全新 RTX 5000 Ada 专业图形显卡的顶级移动工作站，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80%，相比友商的同代产品呢，更是有着14%的性能领先。它有更大面积的双风扇、直立转轴和全覆盖 VC 均热板的3人设计，获得了更极致的性能释放。那么高达192G 的 DDR5 内存呢，也是领先了友商50%。在显示上，我们有针对游戏开发的高刷新率，也有适应户外使用的800尼特超高亮度，还有模拟移动开发的食指触控，更有适配影视工作的 HDR True Black 500的极致对比。那相比友商一个屏幕走天下，以极致的选择成就极致的显示才是我们的追求。那在极致的稳定上，它通过了26项810H 标准的严苛认证，搭载 ECC 内存和 ECC 显存，保障从里到外的运行稳定。那正是由于专业级的设计和可靠性的品质，保障了ThinkPad P 系列在中国空间站里的零故障、零错误，更让我们获得了登陆天宫的殊荣。下面就请我的同事刘琦与航天专家贾洋带大家一同探索 P 系列的绝对领域。大家好，我是 Think 刘琦。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一名航天的工程师贾洋。早期的时候呢，我做过一些飞船的实验，后来呢，主要的工作是做玉兔号月球车和祝融号火星车。月球车和火星车啊，在天上工作的时候，就是利用它拍摄的图形，然后进行处理，决定到哪一个方向去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所以呢，今天的产品啊，既涉及到航天，又涉及到图形，所以呢，我应该有一点发言权。好的，贾老师，我们现在是在那个空间站实验室里哈，大家看到这个环境都已经跟那个天上的空间站是完全一致的。我想就是听听您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天空中哈，对移动工站有什么要求呢？我觉得就是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在天上要极致的稳，在地上要极致的强。而呢，ThinkPad P16啊，在这2个方面应该说都做得不错。先说天上的稳，在中国的空间站，也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到深空探测的其他的一些航天器，产品稳定运行，确保航天器在轨实现复杂的功能，忠诚可靠地执行地面发过去的各种的指令，这就是它的最基本的一个工作。而对于星在的计算机而言，最为核心的那就是稳定可靠的运行。比如说空间站上面的这些设备，不仅要7×24不关机，而且呢还要持续的，甚至是10年的稳定的运行。对，贾老师，您刚才说的其实就是移动工站一个特别重要的属性哈，极致的稳定。我们的 P 系列搭载了 ECC 纠错内存，还有 Ada 架构的显卡的这个专业的 ECC 显存，还有RAID磁盘阵列，可以保证数据在存储啊，在这个运算生成中获得极致的稳定。那我觉得产品优异的性能应该是源自它通过了最严苛的测试。对，今天我们正好还准备了一个展示哈，我们来移步这边讲。我们这儿有一台振动仪哈，就是它可以从这个0到1500赫兹。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振动仪的这个测试条件下，我们的 ThinkPad P16这个旗舰工作站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小球开始已经纷纷震落了。
我得扶他点，要不然他就会掉地上。震动还是很强的。刚才做的就是一个震动的测试。其实呢，大家也不陌生。比如说我们平时坐火车、坐飞机或者是汽车，都免不了感受到震动。航天器发射的时候火箭也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震动有的时候甚至航天员会觉得有点不舒服。那么后面做设计改进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频率分开一些，让这个航天员逐渐的体会的就是越来越舒服了。但是呢，这个测试只是一个震动里面的一个项目真正的还包括的，比如说正弦的震动、随机的震动，然后还有冲击噪声等等。但是这些加起来也都是模拟的火箭发射升空时候的那个力学的环境。还有一大类就是到天上，比如说阳光的辐射，然后高低温等等。这类的话呢，对我们航天器而言的话，叫做空间环境。对，姜老师讲的非常详细哈。刚刚大家看到我们做的，其实大概就相当于模拟一次火箭从点火升空，到这个逃逸塔分离阶段，经受不同频率的测试啊。还有就是刚才贾老师说到这个，我们经历太阳辐射大概是1120瓦每平米这么一个辐射，还有从低温到零下24，从零下24到高温60度的温度冲击所有这些严苛测试就保证了这个ThinkPad 的品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太空中是没有重力的一个环境，笔记本呢要时刻的贴着空间站的舱壁。这个产品呢实现了180度的一个开合的角度。另外呢，还有上面刚才咱们的介绍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叫做小红点的这个设计，让在空间站里面的航天员操作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方便。这些基本的都是天上的要求吧。但是刚才还有一句话后半句叫做在地上要做到极致的强，因为对于就是数据量很大的这些太空领域的这个设计也好、计算也好，那么需要有很强的算力的支持我们平时看到的可能更多的像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个部分，但是真正的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要对实时这个轨道不断的进行计算，而且呢，在庞大的航天器的探测器的设计里面，也涉及到很大的这个算力的加持。其实 ThinkPad 系列它不但具有足够的航天应用优势，同时作为一个塔图级的移动工作站，也具有非常强的性能。我的一些工作涉及到相对专业的设计的一个任务，在设计一个探测器的时候呢，需要同时的对数百数千甚至数万的一个零件进行处理，计算量呢很大。这款产品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简单来讲吧，就是机器的速度快，还特别的稳定，没有卡顿的现象。对，这个我们的旗舰的这个 P16其实是以性能为王的这个理念来做设计的，在系统设计部件选择做了足够的功课，极大的发挥了我们说 CPU 和专业显卡的这种潜能。我们的 CPU 跑分呢比友商能多25%，显卡的跑分呢比友商高14%。另外就是内存，刚才我们也介绍到，它是影响系统稳定非常重要的部件。当你开非常多应用程序的时候，它有足够的冗余来保证系统稳定。同时呢，这个 P16还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移动工作站，它有通过了很多 ISV 认证为用户的创作保驾护航。像这个设计师们非常熟悉的 AE、Photoshop、AutoCAD 这些非常常用的软件我们都有单独的驱动调优。其实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惊喜的点，就是它的屏幕超轻，而且呢透亮。试想，航天员在太空操作的时候，看着这样的一个屏幕就非常方便，不会出现误操作，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对，其实这个贾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是说的这个800尼特亮度屏幕的加持它不但还有这个100%Adobe RGB 的广色域，还支持 HDR400。同时呢，它是特别适合这种对亮度细节有强需求的这种用户。然后刚才说到各种环境比如说这个场景下，比如说对游戏开发呢需要高刷，我们有这样的题目；对于一些色域有要求用户，我们有专业认证的 DCI-P3这种认证的屏幕，比如4K OLED 的，让每一种专业人群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这种配置所以 ThinkPad P16以专业制定专业及这个极强的这个性能、高可靠性，还有这个专业的屏幕，帮助大师们来发挥自己的价值那现在我们把现场交还给张豪。好，谢谢两位的分享。
可以说，如果你对专业设计和稳定性有着高标准、严要求，我相信凭借着可靠的稳定性、超强的性能和专业屏幕多样化选择3大品质优势，如刚才贾老师所说，在天上极致的稳，在地上极致的强，这就是由 P16所领衔的 ThinkPad P 系列2023年新品，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你的得力干将。那接下来呢，我将带来的是我们历经12代不断升级的 X1 系列。如刚才所说，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另外一种大师，他们被更多人称呼为商业领袖，他们的道路叫做领袖炼成。他们有着需要在各个环境和场景之间穿梭的刚需，同时呢，又对于品质与质感有着绝对的审美。对于他们而言，最好的诠释就是永远奔向 top， 永远创造神话，又永远开启新的征程。而这也是我们久负盛名的 X1 系列的由来，是经典，更是开始。无论是在会议中纵横捭阖，还是在机舱中云端办公，更或者是在车辆的后座争分夺秒，我们均以极致的创新打破一切高效的禁区。作为商务旗舰的全新 X1 系列，在 AI、散热和结构等方面实现了全面的领先。全新的键盘对流技术，打造第一台顶部底部双向进风的 ThinkPad， 在不加重机身的前提下，实现机身温度相比上一代下降15%，而键盘的温度更是下降20%。凭借全新键盘软着陆的技术，在不加厚机身的前提下，键盘的键程体感增加了25%，键盘手感遥遥领先。通过全新的 Lenovo View 3.0以及 HPD 智慧眼，为大家带来最佳的安全和效率的体验。而独有的全线 LTE 和5G 的模块，更是能让大家突破办公网络的空间限制，实现外出效率的翻倍提升。下面呢，就请我的同事赵连双与杨狮集团 CIO 刘硕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X1 系列是如何为商界领袖带来极致体验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Think 赵连双。大家好，我是刘硕，一名广告人，来自杨狮。今天这个场景非常应景哈，因为我刚刚上午的时候就刚飞机落地就来到这里了，真的巧了哈。欢迎天外飞来的商业领袖刘硕哈！我相信作为一名商业精英，您肯定会出没在很多的场合。刚刚我们一同沉浸在 T 系列和 P 系列所带来的强大性能和专业之旅。那我们现在要切回 X1 所带来的极致商旅体验。说到商旅，我相信您肯定有特别多的感触，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确实，这个基本上我对自己的随身的设备有3个要求：第一个就是要超级移动，然后第2个是要有多面的处理的能力，第3个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永远不下线，永远都可以工作。那我这1年飞100多飞，对吧？就是绝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所以你要说这个笔记本特别沉，那我第一个就 pass 了。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果然哈，作为一个商业领袖，您永远在移动，永远有1万件事情在路上等着您去决策。那作为决策者，您使用了 ThinkPad 跟其他产品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么说吧，就是你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桌子，你在桌面上面；那你出差的时候没有桌子，基本上你在候机室沙发上面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姿势。您正好下飞机就把电脑带过来了。对，就是带着电脑直接就过来了，一直也在体验就是这个放在腿上，基本上就是我90%工作时候的状态。很熟悉的这个场景哈，但是过往呢，这个场景对我们很不友好，因为底部进风呢被腿挡住了之后，会让整个机身感觉特别烫。我不知道您这个感受怎么样哈？是，这个我之前电脑基本上用了以后就会比较热，然后有时候还会垫个东西。那这个新的这个 X1 Carbon 吧，用了以后发现，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不仅底部不烫，我觉得这个键盘好像也温度也降低了。果然，您捕捉到了一个我们的创新点，也就是刚才张豪所提到的，我们在今年新的 X1 Carbon 上，我们使用了键盘的全新的对流技术，让键盘和底部同时进风。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来感受一下这个技术是怎么的原理有请。
果然，深吸一口气哈，视频很具象的帮我们展示了对流的技术。那这样的创新呢，有3大好处。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在不增加机身的重量和厚度的情况下，可以提升机身内部的散热效率。相比上一代产品呢，我们有了15%的温度下降。第二个就是您刚刚说的，不依赖传统的底部进风，我们可以让电脑的姿势更灵活。第三个呢，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体感。因为由于键盘进风，能够让键盘表面的体感温度下降25%。好，所以那不光出差的时候这个姿势比较自由，在办公室的时候用的也就更加方便了。啊，说到办公，虽然您今天已经是领袖，已经是 CIO 了，但是还是离不开自己的办公室。接下来我们也很用心的为您打造了您的办公场景，还原了您真实的办公场所。这很熟悉吧？哎，这也太熟悉了。提到办公，我想呢，刚才有提到 ThinkPad 微笑的曲面键盘，也是我们的粉丝和我们的客户对我们最热爱的地方。那您作为老的 Thinker 老的用户，一定对这个键盘在日常办公当中有非常深刻的体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对，这个其实选择 ThinkPad 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键盘的手感，这个你有很多打字的时候很舒服，对吧？但这次我发现啊，新的这个 X1 Nano， 它这个键盘敲击时候那个手感感觉好像更深了，而且不光更深了，这个我觉得机身好像没有变厚，我觉得这个很厉害，是怎么做到的呢？果然，老板永远都能捕捉到细节哈。我们的另一项技术创新呢，就是在原有 ThinkPad 采用的键盘软着陆的设计上，升级到了2.0的版本，让我们的键程呢可以媲美1.8毫米的手感。相比于友商，我们一直在引领，但是相比于昨天，我们又再一次的提升了25%的触感体验。与此同时呢，在不增加轻薄和重量的同时，我们让整个电脑植入了智能待机和智能充电的功能，通过 AI 学习用户的使用习惯，将电池的有效电量提升了10%，让电池的使用周期也延长了50%。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很新的一个技术。当然，这个键盘只是满足了一部分的工作。那除了这个坐在电脑前打字，因为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去开会。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也希望在开会的场景里面，尤其是在这种和全世界各地人一起开会的时候，当我发言和大家探讨的时候，大家能够关注到我，那我能够在这个画面的中心，不会到处去让他们去捕捉我。哎，您又说了一个痛点，尤其是在过去的不确定的几年，视频会议变成领袖和商务人士的必要的工作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也给您还原了一个远程的视频会议，您请就坐。那我们已经帮您拨通了一场视频会议啊，请导播帮我们这个直播一下我们的画面。我们采用全新的 Lenovo 3.0的技术，让您的远程会议可以实现背景虚化、人像居中，也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可以让自己随便移动。您不妨左右上下移动一下哈。这移动它都是可以，对，一直跟着我哈。哎，这个很棒。这就是刚刚您所说的，如果在会议当中呢，我时不时的想动一动，避免对方感觉我对会议不重视，那我们今天通过 Lenovo View 3.0这种智能捕捉，就让您永远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也让对方感受了您对会议的重视。而且我们还增加了这个智能美颜和感光捕捉哈，我相信您肯定看到这个摄像头的里面比自己平时更娇嫩了一点哈。虽然这个您很硬朗，但是用娇嫩谁不喜欢呢？那另外一个点哈，就是它给您通过这种智能的识别，让您有一个相对隐私而且独享的会议空间。啊，对。这个我也试过，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们这个私密性有点太强了。有一次我开会用这个咱们的 X1 Carbon， 我开到一半我就去拿个东西，一回来整个屏幕都黑了，对吧？哎，您这个小痛点又间接的暴露出来了我们一个技术的升级。刚刚有提到呢，我们这次在摄像头的技术上升级了 HPD3 的智能感应系统，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哈，它通过摄像头捕捉您人所处的状态。当您离开电脑的时候，它就会捕捉到，通过 AI 识别您已经离开了，那会让电脑进行自动的锁屏。第一呢，保护您的信息安全；第二呢，能够让电池的续航变得更持久。那与此同时呢，除了这种对人和机之间的交互，还有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比如说现在我走进了您的背后，我看您的屏幕，您会发现。
没关系。哎，整个屏幕进行了模糊了。我和您同时看不到了您屏幕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另外一项感应技术，通过只能识别背后的人走过来，来有效地保护您的信息和数据安全。这是一个技术的防窥屏，对吧？没错。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办公空间，这个功能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实用了。没错。哎，连双，你知道吗？其实除了这样的工作之外，我还有一个情况是我非常不愿意用电脑的，就是每次外出有很多出差的场景，然后我坐在车上的时候。这个我特别害怕，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只能用手机的热点来去这个进行各种会议的沟通，因为手机这个一开热点啊，掉电特别快。而这个时候我发现你们 ThinkPad 这个 LTE 的模块就非常的实用了。果然，身为产品经理哈，我们就是想老板之所想，为商业领袖捕捉每一个细节。这一点呢，我们精心的发布会也准备了，请您移步，我们去下一个场景。这就是您刚刚所说的，我们在日常出行机场往来公司之间所出现的商务车的后排座。是。那我想跟您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不同。您刚刚提到了一个痛点哈，就是在日常办公，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呢，要求我们的商业领袖要实时联网、实时在线。就像您刚刚说的，不能掉线。那过去呢，我们实现实时上网用2种方式，第一个您提到的手机热点，第二个呢就是公共 WiFi。这2个连接场景呢有3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手机热点连接的时候会让手机快速掉电，当然我相信您肯定不差热点那点钱哈，但是手机掉电这是很影响长期出差的。第二个呢，一旦有电话call进来，如果您接通，会让我们的数据传输、我们的视频会议立刻中断，让您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那说到第2个场景，就是公共 WiFi 的连接，虽然现在在普及，但是呢，我相信它的稳定性、时效性、速度，还有最重要的安全性是没有办法保证的。我相信作为一家企业的领袖，您的个人隐私就是整个企业的财富，肯定不会通过一次没有保障的连接，让您的隐私和企业的资产被暴露在公共之下，被别人窃取。那基于您这个痛点呢，就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商务车的空间里面，我们今天全新的 X1 系列和 X13飞行家为我们的商旅人群提供了 LTE 模块，也就预装了我们熟知的4G 和5G 的模组。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哈，为了考虑商务人士极简的体验，我们在出厂的时候不需要您去开卡办任何操作。只需要简单的认证激活，便可以实现实时联网，真正做到了让您在哪里都可以成为全时互联的受用者。那这个场景呢，我也多跟您分享2个数据哈。作为领袖啊，您肯定喜欢这个多听一些关于数据方面的汇报。时至今日，我们 ThinkPad 在市场上提供的 LTE 设备已经达到了100万台，占到 IDC 统计的数据的95%以上的市场份额。此处应该有点掌声哈。谢谢。第2个数据呢，就是我们今天全新的 X1 系列和 S13系列在出厂的时候就给您预装了1年的畅享流量，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各种实时联网的场景，不仅免费，而且您可以及时操作。这个太棒了。那这就是您的体验的全新的商务领袖和商务旗舰所带来的4个优秀的场景的领先。那我相信呢，在这个4个场景的体验下，一定能够让 ThinkPad X1 全新系列给您铸就新的极致的商旅体验。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把现场交还给张豪。谢谢。好，再次感谢2位的分享。今年呢，由 Axon Carbon 所领衔的 X1 家族，在散热技术、输入结构、AI 交互和全时互联的4个方面再进一步。极致的体验让商界领袖处于最舒适、最高效的工作状态，而这也是 ThinkPad X1 商务旗舰系列应有的状态。我们相信，有需要极致性能的行业大师，有需求极致便捷的商业领袖，更有需要经世致用的职场担当。他们希望在自己的进阶之路上，将一切资源最大化。那针对他们呢，ThinkPad同样准备了2023款全新升级的 E 系列产品。
用首次出现的16寸大屏，搭载 Windows 11系统，为每一个思考者带来更强的职场实力，应对未知挑战。微软发布的 Windows 11操作系统简洁高效，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和个性化体验。全新的 Windows 11从焕然一新的界面设计到与你关心的人、关注的消息、工作和内容建立连接的新方式，让你得以自由的思索、表达和创造。尽享轻松的每一天 ，Windows 11助你实现更多。那么如今呢，以 ChatGPT 为首的生成式 AI 应用在全球掀起一场算力的浪潮，而正是基于这种桌面级算力的提升需求。ThinkCentre 首次推出了27声塔式工作站 P900， 将桌面级高能稳定算力演绎到极致。在性能上 ，P900 配备顶级性能的125瓦13代 i9K 处理器，配合 RTX 4080的显卡，整机综合性能相比上一代产品提高48%，图形处理性能提升120%。光线追踪实时处理能力提升171%。在扩展上 ，P900 支持多达2块超高速固态硬盘以及3块传统机械硬盘的物理本地存储，以及 Smart Cable 帮助实现进场跨设备的数据协同办公。同时，在广域网呢，我们更是通过预装了 Smart Storage 智能私有云存储，让超能算力与移动生产力达成无缝同步，实现前所未有的效率。P900 为 CPU 和 GPU 2大算力集群，分别设计了独立的风道，在联想智能温控系统 ICE6 的加持下，将高性能输出与持续稳定性完美平衡，更支持 RAID 磁盘阵列存储，全方位保证企业数据的安全和可靠性。当身处算力时代，你既需要强大的性能，又要兼顾海量的存储扩展，而且呢，还需要极致的稳定。我相信，兼具着性能、海量存储和安全的 ThinkCentre P900，同样是你的终极之选。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刚刚我们总共呢是说了1大突破、3大领先，分别是性能突破、创新领先、体验领先与品质领先。而最后一个领先优势呢，就是 ThinkPad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体举措，在社会价值的领先，而这将引领整个未来 PC 发展的趋势。所以在今年的 ThinkPad 2023全系的产品上，我们实现了全链路的可持续发展。不但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机身材质上，我们大规模使用了绿色再生材料，包括100%采用环保的包装。机身使用超过90%的再生镁与超过50%的再生铝材质，适配器、扬声器、电池等多个部件均使用了90%以上的再生塑料，全部产品实现碳足迹可跟踪。那同样呢，在看不见的包材生产和运输当中，我们同样选择了将可持续做到极致。在包材的选择当中，不但开创性地使用了100%可降解竹纤维的内箱，更在电脑的外包装箱的封箱处设计了自锁底的结构，大幅地降低了胶带的使用。更通过国家级绿色工厂进行产品的生产，在全部的环节都提供了行业绿色环保的优秀范例，以实际行动践行品牌的社会责任，为创造低碳可持续发展而 think。今年呢，集合着1大突破和4大领先的 ThinkPad 新品带来了多项惊喜。接下来啊，我将公布大家最关心的新品价格。首先呢，是我们的 X1 系列 ，X1 Carbon 2023 LTEI 7版首发价12499。X1 Nano 2023 LTEI 5版首发价9499。X13 2023首发价7499。T14 2023首发价7499。P16 2023塔图级移动工作站首发价
14999起。还有大家最为关注的 T14P 首发价6799起。E 系列2023首发价5199起。ThinkCenter T900首发价13499起。丁派更多的选件也会同步发售，首发价格请同步关注。欢迎大家即刻登录联想官方商城、联想企业购、京东商城、天猫官方旗舰店、惠小店查看详情。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前往我们遍布全国的线下体验店进行品鉴，更可以通过联想官方专属定制通道进行高端定制。今日下单购买 X1 LTE 版本的新机啊，可以额外免费获得联想懂得通信1个月的1000G 无线宽带流量福利包。丁派的每一款产品背后啊，都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用户。30年间，这些与众不同、才华横溢的 thinker 们与丁派有着最深的羁绊。相信在他们的心中，有着属于 ThinkPad 的 True Story。下面我将请出一位 thinker 的代表丁晓东先生，分享他对思考的独到见解和有关 think 的故事。谢谢。特别高兴啊，今天来到这个场合。宝轩呢说给了我5分钟啊，但是我可能担心我有点这个不够这个时间，所以你们到时候提醒我一下哈。因为这个我跟这个 ThinkPad 的结缘，其实真的是还是一个特别这个让我这个特别追忆的一个故事啊。大概20年前啊，我在这家公司，可能有人知道啊，蓝色光标啊。那 Think 和联想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客户，我本人也亲身服务过这个客户很多年的时间啊。我印象还特别深，我大概在我们公司在那个哪儿，在这个在魏公村啊，理工科技大厦啊。那个时候呢，我看我的老板刚入行营销行业的小白啊，用很好的这个电脑啊。他们说为什么要用呢？说那时候有个广告语叫做这个董事会里的小家伙啊。这个 ThinkPad 当时打的广告，那我说这个我有没有可能啊？他说呢，那你得先用一台 ThinkPad 啊。那个时候公司只有100人啊。我想呢，我距离董事会20年过去了啊，这个没有实现啊，但已经非常接近啊。所以我想我在这个20年的这个职业的生涯里面呢，其实这个在服务联想、使用 ThinkPad 的过程中呢，真的是有特别多的这个体会。其实作为广告人呢。这个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究竟要给消费者创造什么样的这个价值啊 ？ThinkPad 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叫思考来去推动时代的进步，我想一直都没有变化。大家知道，营销行业这些年来其实也发生非常多的变化，而且这个行当也是一个思想家和大师辈出的时代啊。我记得我入行的时候呢，受到的最大的感召应该是大卫·奥格维先生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啊。那时候美国有句话叫做“不当广告人就当总统”啊。那后来又出现了定位啊，包括里奥贝纳呀，包括这个达比斯等等。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发布会有一个词汇呢，我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大师啊。这些大师首先是思考的大师，思想的大师，因为他们的思想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往前的这个发展啊。所以我想，我跟 ThinkPad 的这个结缘呢，是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思想的这个力量啊。还有一点呢，我想呢，今天其实参加 ThinkPad 这样的一个活动，我看到大家讲了很多的这种理性的指标、理性的数据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我们的航天工程师在讲 ，ThinkPad 在天上非常稳，在地上很强。但是对于一个营销人，我们永远在思考，就是用户需要的一个产品其实是双方面的啊，既需要它的这个理性的内核的那一面，又需要它的感性的那一面。我们为什么需要它感性的那一面？是因为这个品牌可以让我们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个人啊。我想今天可能我的分享核心是在后一点，就是。ThinkPad 是既有这个硬核的科技，同时又富于人文精神。也就是说 ，ThinkPad 的 story，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我以及呢这个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心向往之啊，他们愿意拥有一台 ThinkPad， 觉得那个才是自己应该有的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呢 ，ThinkPad 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如果把它比绘是一个人啊，我想成为的这个人的样子，应该就是刚才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产品介绍里面所体现的，它有这种坚持、坚韧啊。很安静啊，很稳定啊，所以你看看在大师的身上，这些地方都是
这个俯视可视的，你能感觉到就是它的那种内在的力量感，确实可以让消费者感受到能够成为一个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啊。所以我想，这个作为一个营销人这个我们其实在不断的想怎么把我们的产品的内在的性能价值让用户用好啊，助力他的工作效率的提升，同时呢又让他在品牌里面能够汲取到这种人文的力量和人文的精神。所以我其实特别想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ThinkPad 身上所具备的这种以大师和领袖的这种内在人设啊，所体现出的这种人文的情怀和精神是特别有力量啊。这个刚才刘硕总呢，我们俩也是同行啊，这个都是在广告营销界啊。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说呢，今天其实是一个特别看脸的时代，对吧？这个颜值经济啊，也有很多小朋友说啊，这个会有很多声音质疑，就是说 ThinkPad 可能现在没有那么的性感啊，没有那么的好看。但是我其实觉得恰恰相反啊。其实我觉得 ThinkPad 所代表的那种安静的、坚持的、硬核的啊，跟航天的这种精神是一样，是非常酷的啊。今天我相信很多的年轻人啊，年轻用户依然还会为这种精神所感召啊。我想我这个作为一个 ThinkPad 的这个典型用户，也愿意把这样的故事啊，把这种 ThinkPad 背后的这种气质，这个推向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喜欢它啊，接受它。那最后呢，其实呢，我这个昨天在这个彩排的现场的时候，跟宝轩沟通，我说我一直在想啊 ，ThinkPad 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讲这个京剧啊，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京剧迭出，也特别需要京剧的这么一个时代。我说有一个什么京剧放在今天这个发布会现场，特别是 ThinkPad 呢？哎，我想到了一句这个看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句这个不错的话，我想这个作为今天我这个这个分享的这个结语，它叫呢 ，Money is loud 啊 ，Wealth is quiet 啊，意思就是钱是很吵的啊，但是财富很安静啊。所以我想，这个 ThinkPad 本身的这种安静的力量啊，非常的这种极致的这种品质坚韧啊，始终在一个故事线上不断前行的力量，恰恰是今天它可以赢得更多的这个用户，特别是年轻一代用户喜欢的最核心宝贵的人文精神和资产。我也希望呢，真的有更多的人能够沿着 ThinkPad 这条人文的精神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让自己变得呢比今天更美好、更有力量。谢谢啊。这个我大概这个讲讲我自己的感受啊。那下面我们还是请王总啊来继续我们现场这个下面的这个环节啊，欢迎石总，谢谢，我也是，谢谢使用我们的产品。十分感谢小东刚才的分享啊，在我们的 Thinker 中，不但有行业的大师、职场的领袖，更不乏能驾驭思想、认知升维的思考者和行动者。正是因为大家的存在 ，ThinkPad 才有着更多的可能。那今天呢也很特别啊，这个我们还请了一位 Think 的 fans 和发烧友啊，叫余华。哎，我们刚才在下面聊的时候呢，我惊奇的发现10几年前我们在一家公司哈。这个我们有请余华，哎，作为我们最坚固的Think 的粉丝，哎，带上他的一个特别的这个小礼物啊。欢迎余华，老朋友，欢迎。来，你们好。Hello， 大家好。我叫余华，23年的 ThinkPad 用户。然后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啊。我是赶着来的，我终于赶到了。我手上拿着的呢是一个机械键盘，对，这个是小红点的机械键盘。这个机械键盘呢是粉丝造的，是所有的 ThinkPad 的爱好者一起努力的结果。那其实这个键盘呢，它是一个粉丝共创的项目，大概是由吴俊义先生发起的。那有很多的粉丝爱好者来参与。那我们非常一直在努力把小红点，就大家知道的，就是 ThinkPad 的灵魂，对我们最爱的小红点放在这个机械键盘上，把这个小红点的这个操作的便利性和机械键盘进行一些结合。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做了10年，我们从2013年开始做，然后我们做了10年。当然呢，我们10年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大家知道的一些粉丝来造键盘嘛，那会有设计上的问题、工艺上的问题，甚至这个
包括一些质量上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外援。那这些外援呢，我们在日本大和实验室拿着它的工程样品，找 ThinkPad 的之父内藤在正先生，下班以后来帮我们看一看整个机构啊，包括外观有没有需要修改的。我们在线上呢，跟小红点的发明者 Ted 博士在线上进行连线，我们请教他关于这个小红点的一些手感啊，一些微调的一些事情。那最终呢，我们把它做成了这样，这是我们第5代的产品。那么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大家热爱它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把 ESC 键变成了一个独有的这个小红帽，还有蓝色的 Enter 键，还有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小红点键。对，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凝聚着所有 ThinkPad 工程师、爱好者、粉丝，所有的人，所有的思考结晶的一个产品。那今天呢，我想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首席思想官王忠先生。对，感谢。好嘞，一块儿照着相，特别棒，我非常喜欢这个礼物，而且我也特别感受到我们 ThinkPad 粉丝的 Thinker 这种对 ThinkPad 的热爱，甚至到执着。感谢大家过去对我们的支持和陪伴，谢谢，请2位入座。好，谢谢刚才于化的礼物，也谢谢小东的分享啊。ThinkPad 正是因为有着你们的陪伴，才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成为科技领先的代表。30年来，我们始终如一，以3大基因缔造极致的产品，服务我们的客户，成就企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大家刚刚了解了 P 系列上天的一些秘密，其实 ThinkPad 与中国航天的合作不止于此。去年11月8号 ，ThinkPad 正式成为中国航天太空创想的官方3C 合作伙伴。双方以弘扬中国航天精神为己任，为每一个时代的先锋点亮自己的航天的梦想。今天我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文创事业部副部长李瑞女士到现场和大家分享中国航天的发展与精神。有请李部长。李部长，王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大家好，我是李瑞，我来自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首先呢，还是非常感谢 ThinkPad 的首席思想官王忠先生这里对我的邀请，然后也非常荣幸呢，能在这里呢占用大家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呢有关中国航天发展的历程和故事。那么总书记曾经说过，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再从航天大国到航天强国的这样一条发展路上，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航天人一步一个脚印，飞向太空，漫步太空，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鲜活的现实。那么正是源于这种坚韧的精神，60多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如今北斗环绕，嫦娥探月，天问烛火，我们的太空之家遨游苍穹。在一个个重大的航天工程中，我们不断挑战着更高的技术难度、更复杂的庞大系统和更严苛的可靠性的要求。可以说，这种对技术的执着和持之以恒的探索是航天人的标签。相信这也与 ThinkPad 一直坚持的科技创新、匠心品质、卓越体验这3大基因不谋而合。如果说自力更生是航天发展的基础，那么自主创新就是航天发展的灵魂。勇攀高峰，以创新来图强，是我们中国航天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不懈动力。说到创新技术的应用，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在10年前，我们航天人呢就将3D 打印技术引入到了我们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这个研发当中，这也解决了呢火箭的点火装置里面的这个壳体非常复杂的这个结构会带来的很多生产制造的问题。这也是呢我国首次将3D 打印技术用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上面，而且取得了成功。再如呢，大家都知道，航天的品质呢要求是十分严谨而且苛刻的。比如说我们的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那么最近的一次是神舟15号的发射。那么在这次发射当中，火箭的全舰可靠性指标已经达到了0.98，安全性指标达到了0.997，再次刷新了它自身的记录，同时也是绝对的处于世界的前列。那么在航天任务中呢，不但要求各项设备具有超强的这种稳定性，同时还要满足我们科研人员甚至于航天员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的使用体验。那么尤其是刚才前几位专家也都讲到了，大家也非常钟爱，我也非常喜欢的咱们 ThinkPad 的小圆点的设计。那么可以说呢，这个设计呢，它脱离了这个鼠标的束缚。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呢，在我们有很多设备的这个科研的场所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前往基地这个奔波的路上，甚至于在太空中这种无重力的环境下，那么这个红色的小圆点就可以使我们非常便捷的、精准的完成电脑的操作，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所以也就是源于我们这种极致的这种体验吧，令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因为我曾经呢是一名航天的记者。我去过多种我们航天的场地，那么 ThinkPad 的产品很多产品就出现在了我们航天的技术研发、科研生产、技术保障、飞行任务等各个环节，可以说是从研发的实验室到生产的厂房，从发射场到广袤的太空 ，ThinkPad 的身影无处不在，也是凭借着它的创新设计和高品质的保障，应该说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航天之选。所以在这里呢，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未来与 ThinkPad 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同时呢，我们中心所运营的这个太空创想这种文化创意品牌，也希望呢更多的跟我们的工业产品进行携手，通过我们的产品本身的品质的体现，能够体现我们航天的精神。同时呢，也通过我们对于消费者的各个接触点，把我们的航天的文化能做一个更广的传播。我们也希望呢，利用航天的这个主题，能够引发公众对太空、对科技、对未来的思考。那么这里呢，我也再次感谢 ThinkPad 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也欢迎大家关注航天事业的发展。谢谢大家。感谢李部长，感谢李部长，谢谢李部长的分享刚才谈到中国航天的精神，真的是令人非常震撼。作为 ThinkPad 首席思想官，最让我骄傲的莫过于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征程中，始终都有 ThinkPad 产品的陪伴和支持。相信 ThinkPad 与中国航天的合作，正是秉持于这种精神的契合与发展。如今呢，我们双方的合作迎来了新的篇章，我们将携手打造航天品质的创新产品，并开展一系列的航天的交流活动，全方位的科普中国航天的知识，持续的助力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此外，我们也将邀请 Thinker 参加中国载人航天火箭的发射观礼，共同感受中国航天精神。基于此呢，我非常荣幸地邀请李部长共同启动 ThinkPad 与中国航天太空创想2023年度合作计划。有请2位嘉宾移步到大屏前，共同开启合作新里程。请2位嘉宾做好准备。3、2、1，启动！好，
好，谢谢李部长。谢谢您，谢谢您。请就坐。令人骄傲的航天成就的背后，是每一次发现的反馈，是每一次认知的提升，更是每一次思考的进化。不止于航天，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的足迹，为我们开启了新的道路，推动了时代的发展。他们就是这个领域的大师。我们看到，固定在轮椅上的 ThinkPad， 陪伴着霍金出席世界弦理论大会，分享宇宙的起源。我们看到 ThinkPad 用27年的时间，陪伴 Winston 向每一位学生讲述 How you speak 与 AI 的技术趋势。我们看到独树相旁的 ThinkPad 陪伴着塔卡克斯，用不断完善的世界读库素挽救着更多的生命。我们看到 ThinkPad 在张文宏手中构建起了抵御不确定的因素的铜墙铁壁。ThinkPad 奔腾的血液中始终秉持着创新科技、匠心品质、卓越体验三大基因。它描绘出的是2亿用户的思考图谱，它展露着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大师成就。这就是 ThinkPad 30年来秉承的大师之道，以思考进化时代。今天是30年的再一个开始，让我们一起携手迈上属于自己的 Think 之路。谢谢大家。再次感谢 ThinkPad 首席思想官王忠的精彩分享。